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上面向特别来宾，严卫慈议员、陈世轩议员、尹乃菁小姐、柯震委员、林佩祥委员、陈伟杰议员。普丁跟这个川普庄普啦，普丁跟川普，他们呢这个普艺术啊，他们昨天本来先就预告说要通电话，本来说2个钟头。那后来呢？这个普丁让川普等了1个钟头，我最后你就看说，就还没通电话，怎么还没通电话呢？大家都很想要知道嘛，哈。后来呢，说通了90分钟，但通了90分钟，其实你把那个翻译啊什么东西都扣掉，我想大概就是40分钟了不起的一半了哈。那我不相信普丁会用那个英语跟川普去谈哈，因为你英语不顺，谈判就吃亏嘛哈。谈了90分钟哦，然后2方同意呢换俘虏，然后呢。本来美国要求是整个停火30天，欧洲本来建议呢说先停火30天，但是呢路线不停，陆军不停，停海空，那当时呢这个波兰那边呢，他当然有东欧了，也有他们的意见了，当时的那当时乌克兰就认为说呢，要就全面停30天，那普丁认为说呢要停30天是让你休养生息啊。让你去补充啊！你现在已经被我打得已经抱头鼠窜了，还让你停30天，然后你欧洲啊什么这些什么加拿大也加进来了，什么都要给他武器啊，给他飞弹啊，给他钱啊等等，给你30天，哇，你喘不过气来打得你这个完全这个没有办法回神所以呢，但是呢，川普因为要求说停30天啊，所以普丁就想了一招好，我停30天，能源设施停30天。我不炸你的油，不炸你的油啊，不炸你的这个电厂啊，不炸你这些天然气啊，不炸这些停30天。但是对地面部队还是要打，我打得正旺的时候，对不对？收复我的科斯科的这个失土，我跟你什么停什么东西呢？所以呢，我也给你川普个面子，你也不要说我都没停，我停了，但是我停什么呢？能源设施停火30天那所以呢，基本上呢他们2个。谈到说，是不是美国的国家冰球队跟俄罗斯的国家冰球队然后呢来打个友谊赛就像那个时候呢，老共开始是乒乓球队那但是这冰球是很野蛮的那个冰上那个非常野蛮的运动那他们呢显然都喜欢这种激烈的运动所以呢这个刚刚讲等了1个小时普丁就让你川普等然后呢这个是看到底谁要求谁嘛。现在打不打停不停，关键在我不在你那而且呢，传出普丁要美国不给乌克兰武器，所有的美元都停那川普说没谈过这个问题了，没谈过这个问题的因为说呢谈不拢嘛，是不是谈不拢呢？因为叫美国都不要给武器我是乘胜追击听说谈不拢，但是川普否认说没谈这个问题，没谈这个问题。这论事就是说俄罗斯不是无条件停火他还要打。只是停这个能源设施所以是故意拖延谈判这个我们看一下。基辅的空袭警报再度响起。已经是例行公事，民众纷纷躲进地铁站。俄军又空袭乌克兰首都，但才没多久前，川普和普京终于热线通话。川普与普京讲了2个半小时，都讲了些什么？根据克里姆林宫的说法，大致上2人谈到包括针对乌克兰问题，美俄将成立双边专家工作小组，双方还要针对黑海停火问题启动谈判。还有当地时间19号，乌俄要交换175名战俘，而且美俄也都有表达恢复双边关系的意愿等等，但有这么简单吗？白宫声明说，和平进程将从能源和基础设施停火开始。克里姆林宫则是表示，双方在30天内相互不袭击能源基础设施。根据外媒分析，两边说法有细微的不同。白宫没写30天，是为了永久停火，意在保留吗？而且不像克宫的说法，白宫还特别把能源和基础建设分开，强调是2码子事。不过普京有特别提到，正要全面停战有一个关键条件，对乌军援必须停滞，等于普京拒绝完全停火。川普事后接受专访时则是这么说 We didn't talk about aid. Actually, we didn't talk about aid at all. We talked about a lot of things, but aid was never discussed. 针对能源设施的30天停火，泽伦斯基表达支持，但他也直言乌克兰不是普京的菜单，各方仍有坚持的条件。乌俄战争要真正停火，势必漫漫长路。
我觉得就是双普谈话哈，内容真的是普啦，因为完全没有达到彼此真的是希望最后的一个共识，就是双方停火。很想普丁他还是想掌握很大的一个趋势哦。很多人就认为说，特别是 CNN 就特别提到的这个普丁真的是得了便宜还卖乖。你不要忘记，现在乌克兰的供暖量是慢慢是减少的，因为现在开始到春天，已经不需要像过去那么需要能源。但是呢，对于基础建设跟能源要停止，是双边都停止来做这个攻击的话，会造成其实对俄国还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炼油厂、他们的油管，我们可以用乌克兰可以用很多的无人机，用很多的设备把它炸毁。但是呢，这个俄国它这边它还是需要透过这个卖天然气、卖这个石油出去，所以你停止的话，反而可以让俄国有一些休养生息的一个机会。那当然对乌克兰来说，当然如果说能够停火30天，他们可以整装，而且他们对无人机的配备等等之类的。但是这样我们刚刚说为什么会是普？因为德国、法国马上站出来表达一个反对，因为你没有办法达到最后一个目标，而且针对于外国不能够再给乌克兰这样子的一个武器供应来说的话，目前为止美国否认，但是欧洲各国已经采取一个非常强烈拒绝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刚才说嘛，他们的结果是普。那你可以看得出来，普丁目前来说，大家最不能够接受的是聪明如川普，但是他认为说在一场的这个所谓的双边的对话当中，川普很显然是被耍了，因为他没有办法达到，而且对这个川普来说，他只是希望能够赶快达到一个和平的。至于乌克兰到底最后的结果怎么样，他完全是不 care， 所以每个人就认为说，最后的结果一定就是如何，就是乌克兰还是没有办法加入北约，然后呢，俄国呢还是不断的会对于这个所谓的克里米亚的这个港口里面，会不会变成还是恢复由他们来主导？然后呢，他们所占领的这个土地也完全是不会归还。然后呢，这个欧洲会提高他们的军费，而且把他们的兵役改成义务役。然后呢，苏联把这俄国永远就会对欧洲来说就是一个心中大患，因为他们彼此之间还是把他们当作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整个欧洲就会完全陷入一个大家都还是在僵局的状况。不过欧洲要恢复征兵很不容易，德国讲恢复征兵，但是现在是很难呐。对哦，因为呢，它常年呢这个规模已经缩减了，就二战以后，大家很怕德国嘛，哦，那就给他很多限制啊，然后呢军事基础设施也不够啊，干部也少了，也没有什么训练能量啊，所以呢困难重重，不是那么简单的了哈。那现在俄乌呢各有要求，要求什么呢？俄罗斯要求乌军这个撤军放弃加入北约，你要大幅缩减军队，而且对我俄罗斯的制裁要取消，就欧洲啊、美国要取消。那乌克兰要求呢，说呢，俄军占领区呢不给你，那另外呢，北约呢我就要加入北约，所以泽伦斯基不是讲吗？如果加入北约，我辞职都可以啊。那脑筋坏掉，就是因为你要加北约才引起这个战争啊。那你现在还坚持要加入北约啊？那另外呢，就是很多儿童被驱逐到俄罗斯，需要把它放回来哈。好，那有多少儿童？说有3万人。说他们讲了，说俄罗斯到乌克兰是抓了3万儿童，是怎样？是俄国人不生噻，要从基本北韩当时也是到南韩去，到日本到日本去抓人都有哈。好，那么这个普会让人想起雅尔达，什么叫雅尔达哈？雅尔达密约啊，我找一下资料，雅尔达密约呢又叫做雅尔达会议，也叫做克里米亚会议，当时在苏联的克里米亚那个地方举行高峰会，就是这些大国就瓜分世界的利益了那当时呢，欧洲不管了什么这对中国有什么影响？第一个，这个设大连是国际商口，苏联享有优先利益，大连旅顺军港租借给苏联，然后呢，确保苏联在满洲的优先利益。第4呢，中东南满铁路由中苏来合营。第5，维持外蒙古独立地位，对就可以受它影响嘛？这就完全不平等条约啊，对中国很不利的。但是3个这个美英苏就签了所以他们认为是不是一个新的雅尔达密约？不过也有学者说不一样了。1945年签的时候，那个时候德国已经战败了那时候已经要战败了，现在好像乌克兰还没有完全战败嘛好，那么他们呢3月23号要在沙烏地阿拉伯继续进行停火谈判，谈判没那么久的啦。你记得打越战巴黎和谈谈多久？你记得吗？5年。巴黎和谈5年。美国的代表团到巴黎租一个5星级饭店，然后呢按月付房租。北约在巴黎的郊区租一个别墅，
一签约5年，他根本就要跟你打一个长期战争嘛。所以美国人就没有耐心嘛，想赶快回家，赶快回家这个看老婆啊，抱孩子啊哈。所以呢，一个月签，北约就给你签5年了，我就打算这么5年，后来果然是5年，那个谈了5年了哈。所以呢，这个到底要谈多久？谁有决心，谁没有决心，其实都是蛮重要的了哈。来，乃金。这个在这次的通话里面啊，我们可以说，普丁呢是大获全胜，哈，但是川普你也不能说他败。因为呢，他拿到他想要的，关键在于是说他不在乎乌克兰的利益嘛，摆在台面上面，两个人还没有上餐桌，只是热线电话，摆在那个台面上面交易的是热腾腾的啊，非常油光洪亮的乌克兰这块大肥肉。就川普呢，他并不在乎，就说原先呢是提议要停战30天啊。然后我们从这个克里姆林宫呢，披露的谈话的纪要就可以看出来，川普一开始是提到了要停战30天，显然普丁方面有意见，普丁就是提出了这个哎呀，你这个要停火30天啊，背后要有很多的因素啊，你这么长的这么长的战线，怎么样去监督停火呢？而且要从根源来去解决啦。根源就是什么？就是说你乌克兰不要加入北约嘛，你美国在背后呢去怂恿他。就讲了这之后呢，我们就看到。提出呢，暂停攻击能源设施的是川普，就是他大的没拿到呢，他急于求胜，他也要拿到一点，就是说他可以跟这个全球交代，你看如果没有我有进展，对不对？如果没有我川普的话，你怎么能够拿到这个呢？而且他在乎的是更大的利益，包括就是说，我们两边呢，这个停战谈好之后呢，未来对于乌克兰的有很多的利益，我们双方可以来共享啊哈，而且呢是实现和平战后的重大经济合作、地缘政治稳定，所以那个东西才是他想要的。你乌克兰因为没有办法全面停火，你死了多少人，然后你会有再遭受多少的损失，川普根本不在意嘛。所以说呢。虽然说在结束到2个通话之后啊，川普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他是否认说没有，我们没有停，我们跟普丁的谈话里面呢，俄方没有要求说要停止对于乌克兰的援助，但是我觉得在川普的图像里面，他根本不在乎这一点哈，就是有没有援助其实无所谓啦。所以这个通话结束了以后，俄罗斯那边立刻就展开攻击，而且在他们的长的这个谈话的纪要里面，还有一点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普丁提议，就是两边不是要打冰球吗？这个在198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美国呢在外交上面非常的受挫，他在这个伊朗呢有这个人质危机，然后呢苏联呢又入侵了阿富汗，美国国内的经济呢又非常的萧条，然后在冬奥会上呢，美国人就很需要有一个很振奋的一个胜利呢来提振他们的内外的士气，然后就在这个曲棍球，就是冰上曲棍球，就是冰球这个项目上面，苏联向来都是冠军哦，都是很强的哦。美国打不过这个北欧这些的国家，更打不过这个苏联了哈。虽然他们过去曾经有赢过拿下一次冠军，但是没有人对于这个冰球队呢抱以任何的期待。他这个业余的一个球队，就没有想到他们竟然在4强决赛的时候呢，以1分之差扳倒了苏联呢。哇，这个是变成是一个奇迹的时刻啊。所以说冰球的这件事情，在美苏的冷战时期的交往上，他们对外呢展现这个武力的肌肉，也展现这个运动的这个肌肉。我觉得讽刺的就是说，在后冷战时期啊，现在呢，俄罗斯啦哈，俄罗斯用军事的力量去入侵了乌克兰的领土，然后现在眼睁睁的看着呢，美国呢就要让这个乌克兰割地。其实他虽然说没有赔款啦，但是你们共同去瓜分他的矿产，不是跟赔款没什么差别吗？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然后呢，两国呢还要用一个在这个冷战时代用个较劲的这个冰球来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和展的开始。我觉得那个比赛的时候，那个冰上曲棍球的那个冰底下是染的是乌克兰的鲜血吧，好残忍啊！好吧。冰球比赛常常会打架的，非常野蛮，暴力啊，非常野蛮啊。不，老美好像喜欢这种暴力的运动，什么美式足球呢，那也是一堆人挤在那个地方哈。冰球啊，这种很野蛮的运动，好吧？这个他们说俄罗斯现在有威胁了，
这个乌克兰挡不住了，所以呢，波兰还有波罗的海这3小国要退出禁止地雷公约，什么意思？我要去埋地雷了啦，就这个意思。好哇，天下大乱，休息一下再回来。好，美国这个川普说要把巴拿马运河拿回来，不拿回来去派兵把它抢占。原来就我们美国的，我们美国死了几万人在那边修那个运河，美国怎么可能死几万人？怎么会是美国人死的嘛？一定是当地人死的嘛。然后呢，这个卡特那笨蛋把这个巴拿马运河给了这个巴拿马，我们拿回来。而且现在中国在经营，我想中国怎么会去经营巴拿马运河？那是李嘉诚啦。李嘉诚在23个国家有40几个港口都是他在经营，而且利润非常低，1%的利润所以李嘉诚一听说要卖，好，立刻卖给这个美国贝莱德多少钱卖呢？他把所有的港口打包一起卖，卖了228亿美元。所以我前2天看到那个分析说他大赚啊，他趁这个机会把他这个烫手山芋都卖掉了结果呢？所以从这个中国政府现在气了，骂他，你什么意思啊？这么重要的港口，你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就卖了？我们香港政府也有一个投到外资买卖也有一个手续要报备，就像我们那个投审会一样，你怎么就自己卖了所以呢，中国的市场监督局要审查你这不给我乱卖然后呢，这个习近平说震怒，习近平说你卖的什么？本来我跟川普谈判的时候，这是一个好的一个条件嘛。然后他说好卖掉，有给有拿，你先把它卖了，对不对？那这搞什么鬼呢？所以呢，打乱了中美谈判的筹码嘛。你这是不是自己就卖了呢？所以呢，习近平感到愤怒，《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说不高兴而且呢，北京要查，香港也要查他香港的特首李嘉诚也表态了，第一个值得重视。第二个呢，外国政府要给公平的环境，不能够胁迫施压。第三呢，交易需符合法律法规，港府会依法规处理。哇，会把李嘉诚抓起来那你不要笑我们那时候那个阿里巴巴就很惨了，马云就很惨了那所以郎咸平说，这个码头平均利润不到1%那这个所以呢。大陆专家说，这是扭曲市场规律的地缘政治并购，强迫我们去卖李嘉诚其实很厉害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北京看那个长安大街，两边高楼大厦，我说怎么有这房子？都是李嘉诚盖的，李嘉诚盖的，因为大陆给他当时有土地的优惠就盖起来，因为没有人要去嘛，对不对？特别是那个8·9民运天安门事件后，是不是哪个外国人要去他去，所以拿到很多优惠。然后呢，前2年偷偷的通通卖了。大陆房地产还没有崩，他就卖了就跑了，哇，他很厉害，很厉害，就跟那巴菲特一样是不是？你看他的指标，所以这边证明说，北京对他根本没有影响嘛，他卖就卖了嘛。当时他把长安大街把大陆的房地产都卖了，大陆也很不高兴你这什么意思啊？我们跟你优惠，你这边盖，人赚了钱就跑了，就是做生意人90几岁还这么厉害然后呢，这个这些港口也是我是经营港口。对不对？那你既然说我中国控制，我卖了算了，那中国就很气对不对？事实上表示中国也没有控制他，也控制不住他，就卖了就卖，你把他怎样？你真的敢把他抓起来吗？我们看一下。香港首富李嘉诚将全球43个港口，包括巴拿马运河2个港口在内，卖给美国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由于美国总统川普上台后对巴拿马运河控制权磨刀霍霍，结果李嘉诚竟把战略重地拱手让给美国企業，踩到大陸官方政治地雷。任何交易必須符合法律同埋規則嘅要求，特區會依法依規處理。香港特首李家超被记者问到是否将动用香港国安法阻止交易，李家超回答很含蓄，只说交易必须合法合规。反观前香港特首、现任大陆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骂得很直白。
梁振英在社群平台 po 文表示，有些香港商人误信商人无祖国，以为一切在商言商，没有祖国的商人只会沦为没有父母、被人欺凌的孩子，举世皆然。虽然并未点名李嘉诚，但字字句句都呼應了大陸官方對這起交易的反對立場。今次嘅社評同樣係嚟自大公報，提到國人高度關注，強烈質疑點解如此輕易將咁多重要港口轉讓俾不懷好意嘅美國勢力。外媒彭博社18號引述消息人士說法，指出大陸市場監管局等機構將審查港口出售案是否存在安全疑慮或反壟斷行為。但彭博社也強調，由於出售港口都在大陸以外地區，不清楚有哪些手段能阻止交易。来，佩祥，这个基隆选出来的最了解港口了，到底怎样？其实我刚刚今天中午在跟一些航港界朋友吃饭的时候，刚好聊到这个议题。他们说 Hutchison 也就是黄记，以前都叫黄记合浦，现在叫长江合浦。其实对他们来讲，这个 case 等于是如食鸡乐，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不是因为1%，而是因为说。尤其在巴拿马港口那边有4大码头区，那4大码头区呢，美国人不准他再继续 drench， 他不准他再继续往那个港口再去做浚深，所以说大型的船现在慢慢越来越进不去了。现在最大的船的是24000 TEU， 也就是说24000个货柜放在船上面。那巴拿马其实有8000。所以我们知道巴拿马级是只有8000的，所以巴拿马级现在巴拿马港口其实使用率已经降到40%，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港口这个最多是美国的船，没错。所以我们看到这港口生意其实并不是像他们想象中说这个是那么赚钱的东西，反而是说。那李嘉诚现在把它卖出去是比较好的时机。如果说最好的时机，搞不好是疫情刚结束的时候。可是现在是比较好的时机，也是不得已的作为，因为这个 case 航运股都大涨。对，现在就慢慢往下回了。可是说真的，现在变成是一个政治事件，因为我们知道川普开始当总统之后，美国就把所有的国土，如果他连加拿大跟格陵兰都不放过的话，你觉得他们会对巴拿马运河插入他们后院最重要的这个经济命脉，他们会不好好看着吗？所以对于美国来讲，巴拿马运河是必须要拿下来的。但是对于中国来讲，这是一个“一带一路”的面子，尤其是说，我们直接把我们的影响力影响到中美洲那边去了，代表我们国力的伸张。可是这种两种国族主义来去直接去做冲撞的时候，老实讲，我不认为这个会是最关键的地方。因为我讲到刚刚的俄乌的时候，其实俄乌的时候，当美国跟俄国他们两个在把这个 menu 把这个乌克兰当做那个 addition 的 menu 一个菜单上的菜的时候，我认为其实另外一个人也想分一杯羹，就是中国大陆，因为他们现在来讲，如果说我们仔细看全世界，欧盟不算的话，全世界目前只有3个超级大国：俄国、美国跟中国。俄国现在都已经下去了。对，但是所以说很明显的，美国未来可能的这个政治操作很有可能跟俄国那么好的原因是他们想钳制中国，但是。川普只有4年，是不是俄国普丁愿意跟他这样继续合作下去？而中国的回应又是什么？那我从这一次的表现，我们就知道中国对于这一带一路对这个地方国力的伸张这件事还是非常看重。但是会不会因此影响到美国的底线？那当然，商人无国界。李嘉诚现在的作为也只是一个说我不要官不与民斗，我现在特地把我自己摘出去这个政治风暴最明确的做法。但是如果只是说因为是完全是利益的取向，我倒觉得这还不算是一个完全合理的解释。不过后来我在想，为什么他们老是认为中国会去侵略别人？中国自古以来，除了蒙古，那也不是汉人啊，真的那是什么异族啊，去侵略欧洲等等啊，他其实没有什么侵略别人。后来我想出这道理，因为欧美这些国家一强呢就去侵略别人，对，这是他们的本性，你知道？你比如说这个英国无敌舰队还得了嘛？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还得了嘛？英国的这个日不落国殖民地。对不对？甚至法国也很多大溪地什么都是法国殖民地嘛，所以他们有本事到处去殖民。英国已经不得了，对不对？亚洲你看新加坡、马来西亚什么都给他殖民了。那美国也是，美国当时拿到美国就是去把印第安人赶走的嘛，对不对？然后呢，你看德州、加州是从墨西哥那边抢来的，连阿拉斯加都是弄来的，对不对？所以他现在要把巴拿马、格陵兰什么都弄，他本来他这样实力到了，他们的本性就是侵略。外扩，所以他认为中国也会这样干，他认为说我们都这样做，他怎么不会这样做呢？
所以他一直讲说他将来一定会侵略，一定会侵略，一定会打到外国去，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子嘛。休息一下再回来。